今天我们还是到一个庄园来吃饭，在这个地方就能够听到鹅的叫声。我们今天要去吃的是果木烤鹅。刚才叔叔告诉我们要朝这边走，接下来我们要去找吃饭的地方。哎呦！一进来就看到了好多鱼，不过都是观赏性的鱼。这就是专门买的鱼吧？这一个农家庄园真的是什么都有。这边呢就是做这个烧鹅的，看我前面就是在做腐竹，还有做煎堆的，各种各样的菜品都能在这里找得到。这个农家院光厨房就有4、5个，炒菜呀、做烧鹅呀、做一些的糕点呀，每个师傅好像都有自己的任务在这个地方忙。我后面就是几十个金钟罩，里面就是每一个这个炉子里面都有1只鹅，它们金黄诱人，还流着肥油。一只平平无奇的鹅，想要变得如此的光鲜亮丽，还得经历一些的磨难。洗净的鹅要吹气，要滚水，要烫皮，然后呢才能够把腌料塞进肚子里。这个时候的鹅，从外面看，除了变得气鼓鼓的，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变化。但是腌料的味道正在向全身蔓延。这个鹅得先在后面进行风干处理，然后才能够上这个烤炉。它要在里面转呀转呀转呀，转足1个小时才能够下来。在偌大的庄园里，一只只烤鹅转圈圈的场景成为了全场的焦点。虽然说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下半身。经过长时间的文火烤制，鹅外皮的颜色会逐渐的加深，果木和肉香也变得更加的浓郁。烤鹅做好了，师傅要把它片成这种片状，片完之后呢，还要在上面浇1勺的汤汁，这样才能够感觉到更加的诱人。玻璃是隔音的吧，什么也听不到，只能看呀。1楼都坐满了，我们现在要上2楼了。没想到来庄园吃饭还要这个提前喝茶。我们呢就是要了一个很普通的茶，然后现在就是点单，他这边是扫码点单，咱们看一看有什么好吃的。
不看不知道，真的是什么都有啊。咱们这次来的目的呢是吃烧鹅，所以一定要点烧鹅吧。其他的随便点点吧，看烧鹅就挺大的了。好小哎。给了一个加热的蜡烛，挺好的。这个放烤鹅的盘子长度呢，差不多会有我的4扎吧。用我的手来比划的话，差不多是4扎的长度。哎，这只是半只呀，就是这么长。烧鹅的外皮油亮油亮的，仔细看，肉和皮之间还有一层很薄的脂肪层。一只鹅被端上餐桌之前，要经过吹气、风干、刷皮水、烤制等过程，表皮没有那么多的水分，烤完之后吃起来会有微弱的脆的口感，而包裹在里面的鹅肉吃起来鲜嫩而且多汁。每一块的鹅肉其实都是很肥腻的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来点酸甜口的酱料，也可以来点咸口的酱料，但是不管是哪种口味的，对于它来说都是解腻的。不管菜品再丰富，最后都得归结于一碗白米饭，这样才能够感觉吃得饱。这个鹅实在是太大了，半只都没有吃了。我们要把这个大块的鹅腿带走了。走出来都差点没有找到路，太大了这个地方。开始导航，前方右转。